为了让我考不上大学，贾千金的亲生父母搬到我隔壁，每晚开电钻、砸墙，对我肆意辱骂，还在居民群里给我造不三不四的谣。他们以为我已经彻底崩溃，却不知我在暗自窃喜。这次的高考状元，我当定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上8点，隔壁又开了最大功率的电钻。我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感觉到墙体在颤抖。咚！电钻停了，猛烈的砸墙声紧接着响起，噪音里穿插着隔壁女人尖锐的咆哮：“你没吃饭啊？再给我用力敲，狠狠敲，把冲击钻也用上。”这么大的动静，我看那个死丫头还能不能读得进书？想考高分，她做梦去吧。隔壁彻底安静，已经是半夜12点。我摘了耳机，看向桌上的 iPad。我的夜间飞行直播间已经刷了满屏的留言。啊！这么大噪音还能冥想几个小时？UP 主真是超绝松弛感。好家伙，这谁还分得清 UP 和卡皮巴拉？虚假的网红，真正的高僧。也有人吐槽隔壁太没素质了。隔壁那家人到底什么破毛病？成天不是电钻就是铁锤的，就欺负 UP 是个独居女生呗，简直太过分了。别提了，昨天我进直播间的时候，那俩颠公颠婆正在唱山歌，建议他们去参加《谁是歌手》。五旬老夫妻守国门，节目效果瞬间炸裂。我记得好像是高3学生。这种情况建议直接举报，不然耽误学业就得不偿失了。刷到这条留言后，我照常对屏幕挥挥手，结束了直播，然后才开始刷题。平常要做2小时的数学卷，今天我只用了1小时就轻松完成，解题思路也比上次清晰。等核对答案时，系统才发出提示：抱歉宿主，今日的奖励结算延迟，刚刚才修复成功。恭喜您完成一次宽恕任务，系统特奖励100万现金，10点解题能力值，希望您再接再厉哦。奖励入账的叮咚声悦耳，加上眼前几乎全对的数学卷，我满意的笑了。隔壁还以为我被噪音折磨得快要崩溃，却不知道我绑定了宽恕系统，只要宽恕他们1次，就能获得丰厚奖励。第2天一早，我特意踩点进了班级，还装出快迟到的匆忙。夏莲看见了，主动递给我面巾纸，笑意里满是探究。小妍，快擦擦汗吧，你的脸色好差呀，是昨晚又没睡好吗？这个又字真是意味深长。我没接纸，也懒得理他。和夏莲关系好的几个女同学立刻凑过来指责我：夏妍，
人家小莲是主动关心你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难怪你爸不要你。我要是你爸，也不想看你这张晦气的死人脸。任凭他们怎么说，我都不吭声。一个女生做事要上手推我，被夏莲阻止了。算了，小妍有神经衰弱，睡不好就不爱说话。你们别怪她，一会还有数学测验呢。这次考试很重要的，咱们先回座位吧。那个女生只好作罢。小莲，你就是太善良心软了，临走前还不忘瞪我一眼。当妈的破坏别人家庭，当女儿的肯定也不要脸。谁知道这一天天晚上到哪浪去了，才会睡眠不足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听说现在好多女生私底下勾引那些有钱老头呢。他们的窃笑让我想起家里那些落井下石的佣人。当初我和妈妈被赶出家时，妈妈右臂受了伤，我拜托他们帮忙搭把手，他们却啐了我一口，骂我不知好歹。从今以后，夏莲小姐才是夏家的千金。你这种坏女人生的野种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碍我们的眼。曾经我有一个幸福的家，直到我16岁生日那天，爸爸领回了一个叫夏莲的女孩，说是我的姐姐，让我好好照顾。父母争执时，我才知道，夏莲是爸爸和初恋白月光的私生女。她妈妈在美国意外去世，嘱咐夏莲回国投奔生父。从进这个家起，夏莲就夺取了父亲的全部关爱。她故意在楼梯摔倒，对爸爸哭诉说妈妈虐待她，又将自己脸颊扇得红肿，指控是我在学校欺负她。她私底下和佣人还有同学们说我妈妈插足了她的家庭，当初不择手段把我怀在肚子里，就是为了逼走她妈妈。爸爸一次又一次信她拙劣恶毒的谎话，不仅为她动手打妈妈和我，还把我们从家里滚出去。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晚上，妈妈捂着骨折的手臂撑在我身上，瘦骨嶙峋的背上布满为了保护我而被马鞭抽出的血痕。夏莲则穿着一条自己生母的白色荷叶边连衣裙，楚楚可怜站在暴怒的爸爸身后。爸爸，算了，都是小莲不好，我要是能再乖一点，他们就不会欺辱我了。只是看着阿姨这么袒护妹妹，小莲也好想自己的妈妈呀。要是妈妈还活着，一定不忍心小莲被人欺负的。爸爸满眼都是对她的心疼，却看不到我和妈妈的失望和愤怒。小莲放心，从今以后有爸爸为你撑腰，你就是爸爸唯一的掌上明珠。上课铃声将我拉回现实。测试已经开始，夏莲的狗腿们朝我的方向揶揄着使眼色，大概是等着看我抓耳挠腮。可这些人只顾着窃笑，却没注意到我微微扬起的唇角。就在他们刚刚开朝的10分钟里，我又有100万现金到手。
这次系统还特意为我开启了神清气爽模式。睡眠不足、精神恍惚，根本不存在。我现在状态好得可怕，甚至超常发挥。第一个提前交卷。离开教室时，我瞥见了那几人眼里的诧异，尤其是夏莲。他狠狠攥着笔，指尖都泛白了。刚出教室不久，我就听到系统再次提示：宿主，恭喜您完成一次宽恕任务，300万奖金已到账，另外附送30点解题能力值。怎么又完成一次？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才明白了原因。小区居民群里，隔壁1203大清早就疯狂艾特物业管家，投诉我晚上带男人回家制造不雅噪音。每条录音都很长，一点开就听到隔壁女人的阴阳怪气。本来还以为是个老实巴交的女生，没想到玩这么花。每天带回家的人都不重样。我要是他妈，我真得活活气死呀！他大半夜的不睡觉，我们家还要睡的。年纪轻轻这么不检点，也不怕染上脏病。我昨天就敲门说了他一句，结果被他那男人指着鼻子大骂。那男的开门的时候还光着膀子。哎呦，真是没眼看。紧接着，他还发了几张画质模糊的照片，能依稀看得见我的侧脸，还有身旁男人的背影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又有照片作证。没过一会，群里看热闹的人开始附和他，一起指责我，并让我赶紧道歉。这套楼是新开的回迁房，人不多，一层只有2户。我住的单元11楼和13楼都还空着，物业管家没法找别人求证，只能无奈地私聊我。夏小姐，我们刚刚去12楼检查，才发现监控摄像头的电线被剪坏了。您看，要不要报警？请民警来调解呀。我想了想，回复他，不用报警。这件事我私下和1203解决，也别联系我妈，她最近很忙。物业管家见不用自己出面，忙不迭同意了。我清楚，他根本不想惹1203。高3开学后，我们才搬到这个小区，这里离学校近，房租也便宜。离婚后，爸爸找了知名律师团队，钻了法律的空子，拒绝支付赡养费。为了保障我的生活，妈妈没日没夜地复习西语，重新做回国际新闻记者。从此开始日夜颠倒的出差。这次妈妈被派到国外几个月，临走前特意嘱咐我有事立刻给她打电话。妈妈刚走的第2天，隔壁1203就住进了人。当天夜里，我就被剧烈的电钻声吵得头疼欲裂，无法集中精神做题，戴上耳机也无济于事。我从小就患上神经衰弱，
对噪音敏感，只要听到就开始焦虑心慌，严重时无法入睡。以前在家时，妈妈特意将我的门上都装了隔音棉。现在这栋楼墙体薄，隔音差，噪音更加明显。我把噪音录下来发给物业投诉，可没过2分钟，1203就冲出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女人，发疯一样狠拍我家房门。小贱人，谁给你的狗胆去和物业投诉我的？告诉你，老娘就是开1晚上电钻你也管不着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报警。结果警察刚到，1203的女人就坐地上嚎啕大哭，喊着我要冤死她。她老公也拎着酒瓶出来大吵大闹，两口子还轮流踹我家门，让我滚出去和他们当面对质。就在我焦虑到极点，犹豫着是否该开门时，脑海中突然响起了奇异的机械声。我的系统正式上线，系统提示规则时告诉我，要想完成任务，积累宽恕进度，就不能对这些恶意的针对行为做出任何反击，包括解释。同时，他也给了我一条重要提示：住在1203的女人叫王霞，男人叫赵武，他们才是夏莲的亲生父母。醍醐灌顶般，我彻底明白了。夏莲知道我有神经衰弱，严重时会持续性注意力不集中、精神恍惚，所以才故意安排这对无赖父母来折磨我，还特意挑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为的就是让我更加无助。此刻，看着王霞继续在微信群里抹黑造谣，我轻轻一划，关上了微信。等到今天晚上，我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。离高考还剩几个月，老师们出的测试题也加大了难度。下午自习课时，许多同学面露忧色，看到夏莲第一个被数学老师叫走，他的狗腿们得意地瞟着我。夏莲是数学课代表，数学成绩始终排咱们班第一，某人可是连羡慕的资格都没有。嗨，算了吧，人家志不在此，没准高中毕业就去给有钱老头当小老婆了呢。过了会，夏莲却匆匆跑回班级，脸色异常难看。夏言，数学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和夏莲擦肩而过时，我注意到他眼底的不甘，心里大概猜到了自己的成绩，但我没想到他搞这么大阵仗，居然把爸爸也找来了。办公室里，爸爸抬头看着我，眼神阴沉不屑。夏言，我太久不过问你的成绩，都不知道你现在还搞作弊这套把戏了。你妈呢？让她立刻到学校来，看看她教出的好女儿。看着被夏莲蛊惑，早已面目全非的爸爸，我冷笑回应：我妈出差，不在国内。数学老师赶紧打圆场。夏言，是这样的，
这次数学测验你答得很好，近乎满分。说到这，他又有些犹豫，但就是答得太好了，所以老师才想把你叫来问问，这张卷子真的是你凭自己能力答的吗？我看向桌上的2套试卷，一张是我的，一张是夏言的，我比他高出11分。这意味着我不仅在这次测试里排在班级第1，年级第1也是我的。从前我和夏莲的成绩不相上下，都排在年级前10，数学是他的优势，却是我的弱项。父母闹离婚时，我夜夜睡不着，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，成绩也掉到了50名开外。趁我状态不佳时，夏莲则放话定要考个年级第1，成为夏家的骄傲。而这次的数学测验结果，无异于狠狠打了他的脸。看着数学老师疑惑的神情，我肯定地点点头，是我自己答的。站在门口的夏莲却忍不住冲了进来。你说谎，你的数学成绩不可能比我高。而且什么？被我问得支支吾吾答不出话。夏莲眼圈通红地缩到爸爸身后。夏言，从前阿姨从我妈妈身边抢走了爸爸，让我失去父爱10多年。现在你又靠作弊抢走了我的数学第1名。你们母女俩真是太狠心了。爸爸心疼地拍拍他的手，拿起桌上的卷子直接甩到我脸上，仿佛我的尊严还比不上这张纸的重量，可以随时被他碾在脚下。夏言，你要是还有羞耻心，就赶紧承认作弊，和老师还有小莲认错。我怎么会有你这种爱弄虚作假的女儿？想起被赶出家门的暴雨夜，妈妈在我面前拼命忍痛，还要勉强微笑的样子，我攥紧了拳头。察觉到我的愤怒，系统立刻上线。宿主，我们已经胜利在望，您千万不要冲动。如果您现在选择还击，那之前的忍耐可都白费了。好，我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指数学老师桌上的另一套崭新的卷子。老师，这套题的难度和今天的测试题相比如何？差不多吧。夏言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既然不能反击，也不能解释，那就答题好了。我当场拿过那套数学卷子开始做。夏莲刚要开口，却被数学老师伸手制止。不到1小时，我答完了卷，交给数学老师。他难以置信，又充满惊喜地连连点头。好哇，终于又出一个好苗子。隔壁附中总笑话咱们学校数学整体成绩差，这才出不了高考状元。今年他们可要失策了。夏言啊，刚刚是老师误解了你，老师向你道歉。我摇摇头，没关系，老师。我自己也没想到成绩能提升得这么快，这都多亏了我爸爸和夏莲的鼓励。
说完，我瞥了眼神情尴尬的爸爸和难掩嫉恨的夏莲，匆匆离开办公室。童子，阴阳怪气不算反击吧？算了，看在宿主刚刚特别帅的份上，你那句阴阳怪气我就当没听到。接着，愉悦的叮咚声再次响起。恭喜宿主的宽恕进度积累至100%，系统特奖励1000万现金，附送解题能力值点满。另有温馨提示：您的宽恕模式彻底结束，还击模式正式开启。蛰伏这么久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这一次，我要亲手扒下夏莲虚伪的皮，让所有人都来欣赏这个夏家千金的真面目，也让我的父亲好好体验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弄虚作假。提前请假回家，我买了消防斧、喷火枪、攀山绳索，找了家小化工厂搞来瓶浓硫酸，又订了善加厚的装甲防爆门。出了双倍钱，让门店立刻上门安装。准备完后，坐在家里静静等着夜晚来临。一到晚上8点，我刚点开直播，隔壁的电钻声如期响起，比往日还要刺耳。想也知道是夏莲气不过今天的事，让他爸妈再加把劲。直播间的留言更多了。妈呀！一点开了的直播就如同先悦耳暂明喽。隔壁这俩货今天是使用吃奶的力气了吧？我听着比昨天还糟心，真心疼 UP 主。不是，他们天天这么搞不累吗？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卷吧？啊，宝宝别怕，你悄悄把隔壁信息留言给我，我来帮你报警。我从高2起开了直播，本意是想拍沉浸式实时学习，可一直没什么流量。没想到从1203稿试起，我把实时学习换成了伴随噪声冥想，反倒吸引了不少人。网友们刚开始都是凑热闹，戏称别人是逆境中开出的花，我是噪音里冥想的卡皮巴拉。时间久了，他们开始共情我，痛骂隔壁违法装修，害我没法复习，只能靠冥想净化心灵。还有人担心我的精神健康，见时机已经成熟，在隔壁一波炸裂的冲击钻后，我破天荒地打了行字在直播间。因为长期受隔壁噪音的折磨，在数次沟通无果，连冥想也无法转移注意力的情况下，决定休息一段时间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我的公告刚刚发出，留言弹幕激增，所有人都在挽留我，但我只是微笑，眼圈通红的对着屏幕摆摆手。屏幕暗去之前，我注意到一条醒目的留言：家人们，我好像知道隔壁是谁了，想吃瓜速来。电钻声持续此起彼伏，这次还加进了承重锤。毫不犹豫斥巨资兑换了大量武力值和气运值。
我抄起新买的消防服，走到1203门口。当，一斧头劈在他们家的防盗门上，活活劈出一道深深的裂痕。屋里噪音停了。王霞急匆匆推开门，看到我拎着柄斧子后有点傻眼。刚刚是你劈了我家的门。我轻松把玩着手里的消防斧，就像对待一个玩具。废话，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是用来吹风的。我这副判若两人的架势和态度，让王霞一愣一愣的。不是，你今天吃错药了，在这乱发什么邪风？正说着，她老公也拎着柄木工斧跑出来，一脸凶神恶煞。死丫头片子，你赶紧把这门的钱给我们赔了，再当场跪下磕头认错，不然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。之前这段时间他们肆无忌惮惯了，还以为我保持沉默是因为好欺负，然而我没有后退半步。行，我就站在这，有种你就弄死我。等了好几秒，他们夫妻俩还在那磨蹭，怂得我都没耐心了。你不动手是吗？那我可就先动手了。说完，我抡起斧子又往他家门上凿。王霞和赵武搬到，这是为了折腾我，连门都买了扇最便宜的，劣质木材一劈就崩裂，听得我这叫一个身心舒畅。走廊的灯丝故障，灯泡闪烁不定，昏暗明灭之间，我侧过脸，冷眼看向之前还叫嚣的夫妻俩。喂，你们两个怎么还不来弄死我？王霞得意地晃了晃手机，朝我露出阴毒的笑。你当我们傻？我们已经报警了，等你被抓起来，我看你还怎么参加高考。系统适时发出提示，恭喜宿主的还击进度增长迅速。现在系统提前为您发布结算奖励，除了现金1000万外，还将您的还击成功率大幅度提升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起您可以尽情选择还击形式，无论哪种，都不会失败。这个奖励让我的心情更加愉悦。是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民警刚赶到，赵武就火急火燎地列举我的罪状。王霞又哭咧咧地坐地上嚎：警察同志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家新买的门都被这死丫头给劈碎了，她这是蓄意毁坏他人财物。赵武也忙不迭地点头。是啊，这丫头疯了一样，抡着斧子就砍我家的门。您赶紧把她带派出所查查吧，没准是嗑了什么药了。在气运值加满的情况下，民警根本没有怀疑我，更何况他早见识过1203耍无赖的本事，于是不耐烦地指指那扇咧大嘴的门。你们的意思是，这门是1204的小姑娘徒手劈烂的？是啊，是啊，作案工具就是她手里那柄消防斧。没错，没错。证据呢？王霞和赵武
面面相觑。这层的摄像头早被他们弄坏了，刚刚匆忙，他们也没来得及拿手机录下视频，所以根本没证据。民警看看我的斧子，再看看那扇破破烂烂的门，一脸哭笑不得。你们知道他手里的斧子有多重？抡起来劈门又需要多大力气吗？就是普通成年男子都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劲，别说她一个瘦弱的小姑娘了。看我低头不语，民警走到我面前，语气温和许多：“小姑娘，你来说说，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泪眼朦胧地抬起头：“警察叔叔，我本来在家里复习，结果隔壁又开始违法装修，吵得我没法集中精神。我就敲门请他们停下来，结果他们不肯，骂我多管闲事，还非要给我个教训。”哽咽着，我指向赵武手里的木工斧。之后，这个男的发疯一样的使劲劈自家的门，把门劈坏以后就报了警，说我肯定会被警察带走，留下案底。毕竟，警察不会相信有人舍得劈坏自家的门，我才是唯一的嫌疑人。他们还说，我要是被判刑就更好了，这样就参加不了高考，前途也完了。我泣不成声，还直哆嗦。民警看了于心不忍：“那你手里这消防斧是？”“叔叔，我妈妈出差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，他们天天制造噪音，还不停地骂我。我也是太害怕了，才买了这把斧子防身的。”听了我的话，王霞怒气冲冲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要扯我，被民警直接推开，言辞厉色：“干什么你？警察还在这呢，你就敢行凶，胆子也忒大了。1203，上一次我来，这就是因为你们大半夜的搞违法装修，打扰人家1204休息。没想到几个月过去了，你们还不知悔改，居然贼喊捉贼，恐吓人家快高考的小姑娘，未免太不像话了。”看着王霞和赵武气得涨红的脸，我站在民警身后，对着他们龇牙一乐，还比了个中指。王霞气疯了：“警察同志，你这是包庇，是冤枉我们普通老百姓。这死丫头满嘴谎话，不干人事。你要是不把她关进派出所，我们就去投诉你。”民警一听，乐了：“行，不能私下调解，非得去派出所是吧？那就都一起去。等做完了笔录，我随你们投诉。”一听说要去派出所做笔录，赵武先怂了，神情闪躲地劝王霞：“要不今天的事就算了。”王霞死活不依，可赵武狠狠拽着她的手，不让她继续闹。王霞似乎也意识到什么，语气突然平和了不少，显得有些心虚：“今天太晚了，我们两口子不想折腾，这事改天再说吧。”
民警无奈地摇摇头，让我先回家。小姑娘，好好复习，什么都别怕。要是他们再敢装修或者找你麻烦，你就立刻报警。我乖乖地应了。关上门的瞬间，看见王霞和赵武愤愤不平的狰狞面孔，和夏莲真是如出一辙。民警前脚刚走，赵武就气难平地抡起斧子朝我家新安的防爆门上砍。门没砍动，倒把他手震得踉跄后退好几步。妈的，这门什么做的？也太硬实了。我早在门上安了微型摄像头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手机里。赵武又试了几次，却连我家门上一层皮都砍不下来。王霞一脸的怨气，别折腾了，明天我再想办法收拾这死丫头。反正她的名声早被我搞臭了。等我明天在群里一招呼，说她带不三不四的人回来，到时候多的是人骂她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早晚传到她学校去。我看她还有没有脸做人。她倒是想得挺美。我一边录着这对王八蛋的视频，一边开了个小号登进直播 App。我的留言区已经异常热闹，一个 ID 是耍猴的网友还拉了个讨论群放瓜。我阿姨刚搬到那个小区，加了群以后就看到一个叫王霞的女人在群里物业，投诉她邻居1204，每晚带男人回家，还在群里发了几张她邻居和男人的合影。我阿姨把照片发给我，我一眼就认出是了。最可气的是，那些照片全是 AI 合成的，光影颜色特别不自然，这根本是蓄意造黄谣，损害名誉吗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其他网友纷纷为我打抱不平。别太搞笑了，每晚都在直播，哪来的时间找男人呢？我请问，人家清清白白一个高3女生，天天被噪音折磨不够，还要被造黄谣。我他妈确实万分怜爱了。耍猴，那个居民群麻烦发我，我要见识一下那个造人黄谣的傻逼玩意。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半，我默默合计着接下来的计划，却看到妈妈给我发来的晚安问候，想起好几天没和她联系，我拨了一通视频电话过去。妈妈很快接起，温柔的脸庞占据了我的视线。妍妍，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刚做完题，还不困？抱歉呐，宝贝，你快要迎战高考了，妈妈却不能陪在你身边。妈妈和你保证，下个月就回去了。妈妈的神色里有担忧，可我眼里只有她被阿拉伯晒得发红的皮肤，还有难掩疲惫的笑。妈妈，我一切都好，你别担心。说到这，我略迟疑了一下。爸爸最近有联系你吗？一提到爸爸，妈妈的表情里多了不屑。他几个小时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
莫名其妙地说什么你在测试时作弊，抢了夏联的第1名，让我好好管教你。我呼吸一滞，攥着手机的指尖微微用力，妈妈却爽朗一笑。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，我才懒得听狗叫。总之，妈妈永远相信妍妍，所以你千万别有压力，知道了吗？还有啊，如果夏联欺负你，一定要告诉妈妈。妈妈就算坐火箭都会赶回去为你撑腰的。我笑着点点头，和妈妈道了晚安。挂掉电话时，笑容瞬间消失。要是没有夏联撺掇，爸爸是不会想起联系妈妈的。我们离开那个家后，他就像完全忘了曾有妻有女，成为了夏联一个人的父亲。系统再次察觉到我的愤怒，只是这次，他选择鼓励。宿主加油！干死他们！凌晨1点，我让系统屏蔽了小区所有摄像头后，在楼下停车点找到了赵武的丰田 CV。这车最少几十万，赵武和王霞那种人根本买不起，估计连同这套房子都是夏联出的钱。至于夏联的钱从哪来，自然是我爸这个冤大头。我戴着手套，将一袋白糖倒进车子的发动机里，等车子一开火，发动机必废无疑。之后，我回到无人居住的13层，拧开1303那扇坏了锁的门，又将攀山绳索绑在阳台上，顺着它爬进了1203家的阳台。1203还是个半毛坯，客厅堆满了装修工具，还有钻坏的木板和锤碎的石块。王霞和赵武则睡在里侧卧室。我拧开瓶盖，将浓硫酸洒在这对夫妻的作案工具上，又在刺鼻的腐蚀气味发散前攀回了13层。虽然睡得晚，但这一夜我睡得格外好。第2天精神抖擞地去上学，还主动和迎面而来的夏联打了个招呼。夏联开始还笑得得意，上午的理综测验时，看见我又是第1个交卷，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曾经我和他的理综分数不相上下，但今时不同往日。我答完最后一道大题时，他还在烦躁地咬着笔尖。哪怕老师还没阅卷，我都对这次的成绩心里有数。课间休息时，夏联坐不住了，走到我书桌前。夏言，这次理综测验你考得怎么样？看他强撑自己，装得若无其事。我灿烂一笑，当然是前所未有的好，这都要感谢你啊。夏联，我的话让夏联脸色一变。你什么意思？还不等我开口，夏联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，按断几次，对方还是锲而不舍地打来。他只好匆匆出了教室，而我也拿出手机，打开积累了1000多条未读留言的居民微信群。
起因是王霞大清早就开始在群里发癫，不停按物业管家，说要投诉我毁坏他家房门和客厅地板。说完，他还将被劈裂的门和被酸腐蚀得一塌糊涂的地板照片发到群里。结果没人应和他，相反，数条回复都在骂他。今天群里不停涌入新人，大家进群第一件事就是@1203王霞，然后开始亲切地问候他家祖宗18代。哎呦，老阿姨合成假照片的技术见长哎！这门这地板，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。之前还拿假合影造人黄谣呢，现在更牛逼，连毁坏他人财物这种帽子都给人家无辜的1204扣上了，事必归正。造谣者8辈子不得好死哈！小区业主们好，我来帮你们捋清一下思路。简单来说就是1203这对夫妻是坏逼，每晚违法装修打扰1204复习，还用 AI 合成假照片造人家的黄谣，这毫无争议是犯罪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谁要是跟着他们家继续以讹传讹，那就是从犯，懂了不？这时，小区居民也反应过来了，纷纷调转风向，开始指责王霞居心不良。群情激昂，王霞招架不住了，给夏莲打电话，对方也不接。这时，赵武火冒三丈地踢开家门：“操他妈的！我车不知道让哪个犊子灌了白糖，现在发动机全废了，光修就得花10多万。”当天下午，夏莲时不时就往厕所跑，她和老师说自己吃坏了肚子，我却知道是王霞在催她赶紧给钱。我雇的私家侦探发来资料，原来王霞和赵吴本来是边远县城一对贼夫妻，靠坑蒙拐骗为生。夏莲是他们的女儿，本名赵小莲，从小跟着他们有样学样。初中时就因为偷了班费被开除。我爸爸那个白月光也是倒霉，难得归国回乡祭祖，却在半路方向盘失灵，车子扎进了路旁树林。等被王霞和赵武发现时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赵武动了歹念，索性掐死了他，将他身上值钱的财物都扒了下来。王霞则直接将车烧了，毁尸灭迹。他们在白月光的笔记本电脑里翻到了他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和我爸爸发生过的点点滴滴，还得知他在美国夭折了一个女儿，名叫夏莲。于是就将计就计，让赵小莲假扮成夏莲去接近爸爸，再趁机套出钱来供他们挥霍玩乐。而夏莲一心想取代我，成为夏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这才将王霞和赵武接到城里。没想到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他用恶毒的心计，为自己制造了坟墓。放学的时候，夏莲跑得飞快，
生怕别人看到校园侧门等着他的王霞和赵武。然而，这躲不过我的眼睛。系统的追踪模式可以清晰摄录下这一家三口的对话。不情愿地躲在拐角里，夏莲责怪道：“你们来干嘛？我不是让你们老老实实待在那个小区里吗？”赵武不耐烦地抓抓头发：“我他妈是你老子，不是你孙子！你赶紧给我100万，我要把车子发动机和家里门换上。”夏莲急了：“100万？你当我好糊弄呢？你那车都是我全款买的，总共不到50万。他为了安排父母住进我隔壁，已经花了几百万，现在还拿不出更多的钱。王霞今天在群里被一堆人骂惨了，脸色更不好看。咋啦？我和你爸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在那夏家才待多久？还真拿自己当千金小姐了呀！我告诉你，赶紧整点钱出来，不然小心我和你爸天天蹲你学校门口。夏莲了解自己的父母有多无赖，只好敷衍着：“行了行了，我今天回去想办法。上次买房子的钱还是我偷对了夏家保险箱里的支票，要是被爸爸知道，他肯定要怪我。”啊！夏莲话说一半，就被气不顺的赵武一巴掌扇过去。赵小莲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才是你亲爹。你要是再当着我面叫别人爹，看我抽不死你！我现在改了主意，今晚你就把这100万凑到手，不然夏妍那死丫头我们可不管了。到时候她考上状元，处处压你风头，也和我们没关系。捂着脸的夏莲没有回答，眼底却满是憎恶。如果能选，她当然想做夏家真正的女儿，而不是地痞无赖的。这样吧，你们今晚在夏家别墅附近等我，我拿到支票就去和你们会合。夏莲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爸爸的信任，500万都偷的，再多1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而我早在刚刚就匿名给爸爸发去信息，提醒他注意家里的保险箱。以他的性格，今晚一定会去检查。这晚我没有回家，而是找了间酒店住下，用行政套房的超大4K 屏幕欣赏夏莲偷窃的丑态。他又像往常一样悄悄潜入爸爸的书房，用偷来的密码拧开了锁，然后翻找支票夹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却一下子亮了。爸爸难以置信地看着夏莲：“小莲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“爸爸，我有点急事，需要用钱。你有什么急事不能和爸爸说，非要偷偷摸摸进书房？”说着，爸爸大步走过去夺了支票夹。要不是秘书今天查了我的银行转账记录，我还不知道你之前一口气花了几百万。小莲，告诉爸爸，这些钱你都用来做什么了？夏莲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。
下一秒，他的双眼因惊恐而瞪大。爸爸猝不及防，想要回头，却已经晚了。他被赵武用一根铁丝狠狠地勒住了脖子，王霞则负责捂住爸爸的嘴，不让他发出声音。没过多久，爸爸就瞳孔扩大，活活咽气，将尸体放倒在地面。赵武狠厉地命令夏莲：“赶紧把保险箱里的东西都带上，我们立刻走。”看着他此刻的阴暗神色，我无比庆幸得到了系统给的气运。气运高涨时，哪怕是穷凶极恶之辈也会怕我几分。可我爸爸就没这个命了。当然了，抛妻弃女的人，运气也不会好。不敢再激怒赵武，夏莲慌里慌张将财物装进麻袋，王霞则跟着善后，开始擦拭地板上的作案痕迹。这时夏莲忽然迟疑地说了句：“夏言今天讲的话别有深意，我怀疑他已经发现你们的身份了。要不趁着他一个人在家，我们把他也……”这意思恐怕是要杀我灭口。将一切看在眼底的我忍不住笑起来。夏莲真是恨我，自身都难保了，还非要拉我下黄泉。不过可惜，他从一开始就算错了我，如今步步落空，注定万劫不复。警笛声传来时，王霞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怎么回事？谁报了警？不可能，我们是用密码从后门进来的。这个时间佣人都在休息，不会有人发现啊。夏莲更加惊慌，脸色惨白如纸。他还不知道，从刚刚自己在保险箱里偷支票起，我就让系统将实时监控链接到各大网络直播平台。一开始，网友们还以为这是什么真人秀，直到赵武杀害了我爸爸，大家才意识到这是真实的凶案现场。警察赶到时，王霞在疯狂地扇夏莲，赵武则一脚脚踹在他身上。他们都认为是夏莲报的警，夏莲则情绪崩溃地用双手死死抠住地毯，任警察怎么拖拽都不起身，指甲断裂，鲜血淋漓。不要抓我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夏莲，是夏家的千金，还是未来的高考状元。你们不能抓我。而安排了这场直播的我则不留痕迹地靠在酒店的落地窗前，欣赏着市中心的夜景。这个晚上，我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夏莲伙同亲生父母谋财害命的事就传遍了整个校园。这起恶性案件还在调查中，警察已经赶往赵武、王霞的老家，并在林子深处挖出一具女尸。再提到夏莲，所有人只有憎恶嫌弃，他那几个狗腿更是骂得很。我早说了，夏莲就是个村妹，你们偏不信。坏种生坏种，他这样的人最好这辈子别出狱，不然谁沾上，谁倒霉。
而居民群里，所有人也心有余悸地讨论这件事，还有不少人正式向我道歉。他们说还好我平安无事，不然自己这辈子都没法安心。妈妈虽然远在国外，但毕竟是新闻记者。通过同行知道这件事后，火速请假赶回国。见到我的第一刻，他恨不得把我从上到下检查个遍。妍妍别怕，妈妈在这啊，都是妈妈的错。以后我再也不把你独自留在国内了。其实我不怕，但还是撒着娇将妈妈抱紧。妈妈，我特别想你。察觉到我的幸福指数攀升，系统也美滋滋的。由于宿主的还击进度提前达到100%，我也被评选为24年最佳先进系统了哟。年终奖有着落了呢。Good。爸爸的律师联系我们，称我还是夏家唯一合法的继承人，不仅遗产，连夏氏集团主席的位置都会为我保留。妈妈没说什么，只是将选择权交给了我。现在，她已经不会为爸爸流眼泪了，尽管他死得很惨。可这何尝不是引狼入室的代价？我答应律师会认真考虑。只是现在起，我要奋力迎战高考，做最关键的冲刺。高考放榜的当天，我以705分成为这届的理科状元。也就在今天，王霞和赵武被判处死刑，而夏莲是从犯，判处7年有期徒刑。直播间的网友们都由衷地为我高兴，祝贺不断刷屏。恭喜我们在噪音中成长的卡皮巴拉终成一代状元！不要忘记常回来直播哦，卡皮巴拉少女。愿你的新生活只有灿烂和幸运。妈妈是最高兴的，她比我还要激动，流着眼泪说不出话。看着她脆弱纤瘦，曾为我撑起一片天空的肩膀，我含着泪微笑。妈妈，我们搬家吧。从此以后，忘掉所有不值得的人和事，开始新的生活。系统也难得哭唧唧的。宿主，最后的1亿元大礼包已经为您兑换了。今天祁童子就要和您告别喽，一定要记得想我。我笑着和他道别。滴的一声，机械音彻底消失，我的崭新人生也正式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